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25日。我尋日宣傳嘅時候咧，都係110萬人啦，係上網聯署嘅啫。結果啊，一覺醒嚟啦，而家咧有約200萬人啦。我相信咧，而家每秒鐘咧仲係上升緊嘅嚇。咁啊，你見到咧，最終應該有400-500萬人咧係會聯署要求工黨下台。工黨只係上台咧，短4個月已經有幾百萬人咧希望佢馬上落台咯。咁因為英國嘅國會咧，即係下議院啦，佢哋嘅條例咁樣嘅，只要有10萬人聯署，就必須要展開辯論。下議院咧就要馬上回應呢個嘅聯署嘅事項。當然佢嘅聯署嘅日期仲有幾個月嘅，所以咧呢個就要去到出年咧，理論上先會正式啟動辯論嘅。應該大概就喺工黨上台1週年前夕就要回應是否要重新大選，是否要落台噶啦。咁但係當然呢幾個月咧仲會不斷滾動噶嘛，所以滾動嘅時期咧佢就會造成咗政治嘅壓力咯。佢一定係要咧修改，或者咧係要解釋，向公眾咧解釋佢嘅政策嚇。咁啊呢個就係即係民主制度嘅好處啦。無論任何議題啊，你只需要達到一定嘅聯署，佢都要回應你嘅嚇。咁就唔需要好似中國咁喎，地方咧上訪喎嚇。咁啊地方拆遷啊，或者係嗰啲有毒物質洩漏啊，咁然後咧你地方啲村民上訪時期咧就會俾村官打，然後咧經過省咧又要俾人打，咁甚至乎咧中間咧就係你嘅名咧就俾人舉報咗，所以結果咧就成為失信人喎，坐唔到高鐵，坐唔到火車，坐唔到飛機，只能夠徒步上去或者搭巴士上去，中途又俾人打，去到北京咧就揾信訪辦咁所以英國咧就係民主制度，你只要咧有合資格嘅人咧就可以咧一人請願都得。如果咧有10萬人以上請願嘅話咧，任何人都係發起請願嘅。10萬人以上咧聯署嘅話咧，國會就必須要回應辯論佢都要解釋，即使咧佢唔改動佢嘅政策咧，佢都要咧向你解釋佢嘅政策即係說明佢嘅政策是否有呢個嘅合理性。如果佢嘅政策冇合理性，但係佢亦唔願意道歉咧，你就可以啟動訴訟程序，就可以告政府。呢個就係民主制度嘅優勢。民主制度有好多劣勢，效率好低選咗啲弱智嘅出嚟或者係背信棄義，就係而家現代民主咧最常見嘅，就係上台前一個口面，上台後另外一個口面。英國工黨就係咁嘅情況啦。咁但係佢個好處就係佢能夠維護到一啲人嘅權益。能夠咧可以保障到受損嘅人咧嘅權益係不受到咧進一步嘅剝削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民主制度嘅優勢啦。咁而家咧有咁多人聯署，咁點解咧？就因為工黨短上台4個月多次違反競選承諾。佢上台前咧就指控呢個保守黨話保守黨嘅稅負咧係75年嚟係最嚴重噶，2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係最犀利就係而家。但係結果一上台咧就加稅又加稅，加咩稅咧？第一就係加所有人都討厭嘅，就係加呢個嘅資產增值稅。你少少嘅銀行嘅投資、存款、債券，原本係10% 咧就要交稅嘅，即係你賺咗幾多錢，賺到1萬蚊，你就拎1000蚊出嚟交稅，咁大家都可以接受啊！一下子加咗80%喎，加到去18%喎，咁呢個咪令到天怒人怨咯？呢個係低稅額噶咯，高稅額咧就由20加到24。咁呢個係第一，令到所有有少少儲蓄嘅中產階級都係討厭嘅。但係工黨擺明係針對中產階級噶啦。咁但係工黨咧理論上就係窮人政黨嚟噶嘛。而家農民都反對工黨啦，個原因係咩咧？因為脫歐之後咧，英國更加依賴本國嘅農業噶啦因為喺外國嘅農產品運入英國咧好困難嘅，比以往困難咗啦，至少。所以英國咧嚟緊將會越嚟越依仗本國嘅農業，但係工黨上台之後咧，佢竟然係針對農民咧徵收農業稅，仲要徵收農民嘅遺產稅，因為農民咧一代傳一代，父傳子，子傳孫，結果咧工黨就諗咗個方法就係遺產稅啦。你老豆死咗嘅時候咧，原本咧佢嘅土地係豁免呢個遺產稅嘅因為農民本身收入微薄噶嘛咁但係咧佢就話唔係要徵收遺產稅，咁結果咧個仔咧如果要繼承老豆嘅土地嘅話咧佢就要問銀行借錢啦，按咗笪土地問銀行借錢，交咗政府遺產稅，然後每個月要還銀行嘅貸款再要交稅，
然後咧再去要去營營役役咁去耕田，哇！咁呢個咧就會令到下一代咧唔去做農民啦，因為做農民本身收入已經唔高啦，佢哋去繼承咧往往就有呢個嘅家族嘅情意結啦，有家族使命。咁但係而家就諗咗呢個方法，喂，呢個大嘅小嘅農田係咁喎，大嘅酒莊咧，英國啊仲有好多釀酒業啊，嗰啲農田啊，呢個嘅小麥嘅農田啊，葡萄園嘅農田啊，嗰啲咧，如果要繼承遺產稅嘅話咧，就好嚴重噶啦，佢哋咧就即係要攞數以10萬磅、100萬磅嚟去支付遺產稅。最終啊，喂，而家嗰啲行業都唔係揾錢㗎，咁佢不妨啊，即係喺生前就賣咗笪土地，然後就係轉投資其他嘅行業啦，或者移民啦，移民去一啲低稅率嘅國家，所以農民又反對工黨，中產本身係反對㗎，咁啊背信棄義喎，本身咧喺競選嘅時期咧就話喺出年9月前係唔會加私校嘅 VAT 嘅，結果上台之後咧1月就話要加 VAT 啦，令到好多中產階級嘅家長措手不及，就本身咧已經有1年時間。佢哋可以幫仔女轉校嘅，或者咧等啲仔女咧讀完小6啦，中學先讀公立學校啦，甚至乎儲啲錢去交稅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個人嘅理財嘅考慮嘅，但係結果咧1月份咧就要突然間我哋徵收 VAT， 本身咧學校咧就已經問咗我哋會唔會一次過交晒1年嘅學費啊？咁有好多家長話，工黨話9月前都唔加嘅，咁不如再算啦。咁而家結果咧突然間咧就話1月加，令到咧本身有機會一次過交晒1年學費嘅家長咧，就係要額外付出更多嘅稅項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天怒人怨。當然工黨自己解釋就話，佢上台前唔知道有咁嚴重嘅赤字嘅，因為保守黨侯德偉就係隱藏咗200幾億嘅赤字。咁而家就發現原來咧有200幾億嘅財政赤字黑洞喎，咁所以佢就要咁，但係佢同時間咧，佢又增加咗200幾億嘅社會福利開支同埋公共開支啊嘛，而令到英國個通脹進一步惡化喎，咁所以窮人都討厭啦，你又加咗公司稅啦，公司嘅 NI 咧就要加咯，咁所以咧公司就係啲中小企業咧嘅壓力更大，佢哋寧願選擇結業啦，失業率進一步推升咯，所以工黨上台後咧就令到天怒人怨，而家咧就結果咧有咁多人咧係聯署啦，咁當然咧保守黨嗰10幾年係做得差，所以有好多人咧就轉投咗其他政黨，包括 Reform UK 啦，一啲極右嘅就支持 Reform UK， 中間偏右嘅就考慮投咗咧中間偏左嘅自由民主黨，咁而亦都有一啲人咧係投咗工黨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呢個就係反映到我成日講嘅現代社會民主制度嘅劣勢，就係因為咧資訊太發達啦。以前咧嘅投票咧寄啲傳單嚟，然後啲選舉候選人咧就派人嚟啲地方農村，去嗰啲教堂啊，去嗰啲地方嘅議會廳前啊就講解，咁結果啲人咧係有心機會聽，了解清楚佢個民主選舉嘅政綱。而家唔係嘅，而家咧就係講得大聲就得啦。結果咧民主選舉咧而家變成講大話比賽。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咧。之前講過要多輪投票啦，就係有冷靜期，其實就令到咧啲人係更加知道佢嗰個選舉政綱係乜嘢，等啲學者啊、傳媒啊可以踢爆佢哋嘅大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認為咧最好就係實行咧呢個違反政綱就要刑事化喎，至少要上台後要罰款啦，要刑事化同埋要丟官。如果唔係咧，佢哋可以肆無忌憚講㗎喎。咁譬如話紙本嘅政綱一定係要即係呢個列明你嘅參考資料同出處。如果違反咗呢個參考資料同出處嗰個準確性嘅話咧，你就要48小時內修正，否則嘅話咧上台之後咧，你就要承擔你嘅責任喎。呢個就迫使咧嗰啲候選人唔會輕易開空頭支票。咁如果有時電視啊或者係職場辯論講大咗，咁你就可以有48小時去修正翻、收回翻自己嘅言論啊。咁譬如話你工黨攻擊保守黨加稅，話加到70幾年最重嘅稅負，唔可以再俾保守黨執政啦。咁你就要承諾上台之後，起碼有24個月啦，唔能夠即係加稅比保守黨時期更嚴重咯，否則嘅話咧就違反競選承諾，咁你就要落台咯。最好就應該要定咗呢一啲咁嘅規矩，咁由第三方機構啦，由法庭啦，或者有啲嘅所謂嘅仲裁機構啦，去判斷邊啲叫做違反競選承諾，邊啲叫做假新聞嘅宣傳，咁就令到候選人咧唔會咁輕易咧開空頭支票。否則嘅話咧，而家咧上咗台之後咧，啲英國人咧好似脫歐嘅時期咁後知後覺啦，就發覺工黨咁壞嘅。脫歐嘅時期咧又係脫完歐之後咧先發覺原來咧即係呢個脫歐咁嚴重喎，所以呢個民主選舉咧太過輕易啦。所以脫歐如果咧有雙重投票咧就好啲。第一次投票
就係過半數支持就得噶啦。但係第二次投票咧就要60%人嘅門檻咧支持，而且有60%嘅選民投票支持咧，先叫通過重大嘅公投修正嘅。咁咧就合理好多啦。呢個台灣其實公投就係用呢種咁嘅方法嘅，雙公投門檻，否則嘅話咧太輕鬆公投，有啲人就唔去投票，然後咧唔去投票，咁啊照俾一啲好激進嘅人咧支持投票嘅人通過咗，咁所以嗰個議題咧就好輕易通過，啲人就後悔啦。咁所以我認為咧民主選舉一定係要適時修正嘅。咁但係英國而家最大嘅財政黑洞其實係咩咧？我睇一睇啦。而家咧譬如話英國嘅難民安置啦，每年要用43億去安置難民，然後咧呢個嘅通用福利咧每年咧係以數百億咧去呢個嘅處理通用福利，淨係失業福利已經用50億英鎊啦。咁所以其實咧英國嘅財政黑洞200幾億，有一半以上係嚟自難民同埋失業福利嘅。咁其實主要針對呢兩樣嘢咧，減少申請失業福利嘅人，同埋減少難民嘅資助咧，就可以慳翻好多錢喎。仲有軍費咧，軍費有成400-500億，咁你只需要慳翻1成嘅軍費咁你即係用啲高啲嘅軍費即係有即係慳翻1成嘅軍費，緊縮一啲開支，咁其實就可以啦。即係填咗呢200幾億嘅財政黑洞喎。咁而家英國嘅難民咧，其實每年係用咗43億。咁我自己咧就認為咧，應該可以用啲更聰明嘅方法去處理難民嘅。因為而家難民咧就係你抵達咗嗰啲小船抵達咗，其實大部分都係經濟移民，上嚟英國咧係攞福利或者係揾工嘅。因為佢哋係要經歐洲入境啊嘛。而經歐洲入境嘅時期，其實歐洲已經可以做難民，佢唔留喺法國，唔留喺德國，唔留喺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布魯塞爾，仲有歐盟總部，咁我大量難民其實就係比利時咧、布魯塞爾咧係攞難民資格噶嘛，佢哋要經過比利時、法國嘅海境邊境入嚟英國，其實就係經濟移民，咁所以英國應該要嚴厲打擊嘅。保守黨時期咧就諗住提出盧旺達計劃，但係有人權挑戰，咁其實我覺得應該有啲好啲嘅方法嘅。譬如話而家佢哋入到英國境，英國政府咧就要提供住俾你哋啦，咁又要有人道要求，咁就要租一啲咧嗰啲假日酒店呢一啲所謂嘅2-3星級嘅酒店咧俾佢哋住，嗰度有高昂嘅費用嚟嘅，租平價酒店而且咧你又唔俾佢哋做嘢，你又要俾食物佢哋啦，又要俾零用錢佢哋啦而且又要俾資助佢哋嘅小朋友讀書，咁所以咧呢個係好高昂嘅費用嚟嘅。其實英國仲有好多土地噶嘛，有好多外島，咁英國嘅外島咧其實可以完完全全咧係興建難民營去安置佢哋嘅，而且咧就係第一就慳翻酒店錢啦，第二咧嗰度有足夠嘅淡水，就係每個外島住到幾千人都冇問題喎，咁興建難民營，以前香港都有白石難民營呢個嘅船灣等等等等，有好多唔同嘅難民營啊嘛，咁你興建難民營，第一就裏邊有農田，你可以俾難民自己嘅耕作，亦都有海景，即係睇到海啊，係咪？咁至於小朋友上課可以用視像上課嘅啫喎，喺裏邊，咁其實43億裏邊咧，至少可以慳翻咧一半以上。就安置喺難民營裏邊，而且咧就自給自足，俾佢哋耕作提供一啲必要嘅物資同埋少量嘅糧食，咁其他就有土地就可以俾佢耕作噶咯，而且仲有海，有海就可以俾佢捕魚，咁所以呢個咧就令到難民咧嘅數目大量減少，而且難民入到去咧，你希望可以獲得更好嘅生活嘅啫嘛。如果佢發覺佢嘅生活係比歐洲更差嘅，佢梗係留喺歐洲啦。如果你只要有集中管理嘅難民營嘅話咧，佢基本上就會減少大量嘅難民入英國，所以咧呢個可以咧迅雷不及掩耳咧，令到英國嗰個福利咧係下降嘅開支。咁但係當然工黨施紀賢呢啲就係人權分子，就會覺得咁樣係違反人權啦。呢個嘅封閉式管理嘅難民營係違反人權噶。呢個係待遇好差嘅。咁呢個唔一定係待遇好差嘅，你就可以提供呢個嘅學校喺裏邊視像嘅上課，有義工可以入去然後就有派駐醫生，咁其實就可以解決到噶咯。咁所以呢個咧有時醫生可以視像應診添嘛，裏邊咧派駐適當嘅護士咧就已經夠噶啦。咁有急救嘅醫生，咁其他醫生專科嗰啲咧就可以視像應診或者送出嚟本島去睇醫生。其實蘇格蘭或者威爾斯或者英國南部外島都可以有好幾個地方咧係適合咧做呢一類嘅難民營嘅。咁呢個係其一啦，其二啦就係通用福利嘅。英國咧而家咧有成700萬人咧係攞緊通用福利嘅，咁但係咧攞通用福利裏邊有啲係老人啦，有啲係傷殘有啲係家庭津貼，有啲係兒童福利金，咁呢啲咧應該係要保留嘅。咁但係咧有部分咧
就係每年有50億英鎊係失業福利喎。失業福利呢個呢，其實開支好大啦，相等於成500幾億港紙喎。咁所以應該可以點樣解決呢？喂，我主張咗幾年，我估唔到呢，香港特區政府呢係參考咗我意見喎。呢個我愛國者建議嚟，我主張咗好幾年噶咯。我就認為呢，攞通用福利即係綜援人士呢，如果你有一段時間，譬如話攞1年以上，你就應該要無償工作咯，幫政府咁譬如話掃街啦，可以去抹下圖書館啦，即係做一啲政府難請到人嘅工作，就由綜援人士咧，健全嘅綜援人士去做。咁由健全綜援人士，即係當然，如果你係老弱傷殘就唔需要啦，可以豁免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在職年齡嘅，譬如話18至到60歲嘅，咁你就攞綜援，你就應該要去幫政府無償地工作嘅。呢個呢就係以前呢唐朝時期嘅租庸調啦。租庸調嘅意思係咩呢？有錢呢就交錢就交稅同時間呢你織布咧就要交實物咯，種田就交糧食。咁仲有呢就係所有人呢就應該要去工作嘅，就幫政府義務工作。咁當然你話你個強迫勞動，呢個唔存在強迫勞動，呢個係一個等價交換嚟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失業人士重返職場，因為好多時候失業人士佢係揾低技能啦，揾唔到工啦，或者唔想揾工。你只要咧千里之行啦，始於足下，你俾佢出去掃下街、抹下台、抹下凳咁你就可以咧令到佢行出第一步，面對住人群，佢就更容易重返職場。而且更重要就係咧，你咁樣做咧，你就會鼓勵咗好多咧在職人士咧，佢哋想辦法投入職場，因為投入職場有錢賺噶嘛。攞綜援咧就係即係個選擇相對低啲啊嘛。佢派俾你嘅，你要通渠，咁你唔可以唔去喎，因為應該就係要將佢嘅通渠、掃街呢啲工作咧個表現同埋佢個綜援收入咧係掛鈎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會繼續攞綜援咯。所以應該設一個時期嘅，譬如話你可以攞1年嘅失業綜援啦，1年以上嘅你就要即係幫政府義務工作咯。呢個義務工作亦都係一個職場培訓嚟嘅，你就唔可以講無償工作噶。政府提供職場培訓，就俾佢掃街，俾佢通渠，俾佢洗公廁，就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去鼓勵佢重返職場。咁呢個迅雷不及掩耳嘅，英國仲有好多彈性嘅，就係咧，譬如話1年以上嘅綜援人士，有啲地方就可以提供，譬如話倫敦你就提供呢啲掃街工作啦。咁但係有啲小鎮又冇嘅，咁可以點啊？可以咧係提供農田俾佢耕作嘅，其實係政府咧就用呢個嘅田地租賃就代替現金支出，你就俾農具佢俾一個田地佢租借俾佢，租借俾1年2年，叫佢自己耕作咯，自給自足咯，就用呢啲方法咧可以開墾土地第一，第二咧亦都即係唔一定土地嘅，睇你地方啦有啲地方就係海邊嘅，你就可以借漁具俾佢啦俾佢自己上去釣魚啦，俾佢自己上去打魚啦，用呢啲方法令佢自給自足，就鼓勵佢重返職場。其實當然啦，大部分人都唔會去耕田噶嘛，我相信你用呢啲咁嘅門檻提高，只係鼓勵佢重返職場嘅啫。但係我認為開墾田地咧係英國應該一個做法嚟嘅。如果要解決英國人嘅問題，英國而家就係10個煲，但係得6個蓋。咁應該點咧？就係應該要鼓勵啲人咧係增加佢嘅工作效率同工作能力。所以特朗普其實用咗我就主張嘅建議加班同埋小費係免稅，咁呢個好有效嘅。我主張咧喺英國咧就應該可以咧分為你嘅主要工作同埋咧工作後嘅就業，即係創業可以參加共享經濟 Uber Amazon 可以Deliveroo 可以做呢啲工作咧，係另外增加個免稅額俾佢。譬如話你在職嘅，你嘅免稅額係12,500鎊，咁然後咧你攞咗一個免稅額嘅時候，你可以申請多一個咧額外免稅額。額外免稅額咧就係做啲小生意，做手作嘅檔口即係每個人有自己嘅工作能力，有啲人係煮小食你就可以另外申請多一個咧，可能一半嘅6000幾鎊嘅免稅額1年，咁然後咧就可以係喺你嘅正職以外做多一份咧呢個嘅自僱嘅工作就係可以做呢個共享經濟又好送貨又好或者係做小手作小買賣又好，咁你就可以鼓勵啲人咧脫貧嘛。用呢啲方法去鼓勵脫貧，而唔係咧增加福利。而家咧工黨就不斷增加福利，加綜援加呢個嘅即係福利嘅開支增加難民嘅福利，就不斷增加福利咧，你令到社會越嚟越窮，令到更多人咧願意留喺個舒適網裏邊，更少人咧就係重返職場。
更多中產階級咧就變成窮人，因為交咗好多稅。所以工黨咧個目的就係要擴大窮人嘅基礎，就令到個社會越嚟越窮，越嚟越窮啦，佢哋嘅票倉咪越嚟越大咯。因為佢哋係窮人政黨啊嘛，呢個就叫窮人思維。窮人思維就唔會令到個政府個社會點樣有錢啲嘅，其實就好容易啫嘛，令到個社會有錢啲就利用投資咯。用咩辦法利用投資啊？利用外國人嘅投資咯。譬如話喺外國首次購買英國嘅股票，首次購買英國嘅保險，首次購買英國嘅債券可以免稅即係外國嘅人可定個免稅額啦。譬如話50萬鎊買呢個債券免稅啊，首次咁你就可以唔減少英國嘅收入嘅情況底下咧，鼓勵到外國人嘅投資。譬如話外國人購買英國租賃土地，可以首次免稅。咁就可以咧令到更多人咧喺英國咧買地去起樓，去租俾人哋，租賃土地就唔係 freehold， 唔係永久土地權。永久土地權咧呢個有國安原因啦，亦都驚炒貴土地。咁但係咧租賃土地咧，你就可以外國人首次免稅。咁呢個咪馬上鼓勵到外國人嘅投資，增加到本國嘅投資咯。仲有應該要改革遺產稅啦。譬如話買30年期以上嘅國家債券或者係鐵路債券可以免遺產稅。咁令到大部分嘅有錢人咧就會係咁瘋狂地即係避稅啊嘛，就買咗英國嘅長期債券，咁令到英國匯率亦都可以穩定，令到英國嘅庫房收入亦都可以增加咁亦都可以減少部分嘅遺產稅，令到咧一啲有錢人願意留喺英國消費啊嘛咁譬如話 VAT 私校，我又講咗啦。廢除私校嘅 VAT， 本來全世界都係冇 VAT 嘅，工黨突然間諗咗個 VAT 出嚟，咁咧你就要鼓勵啲窮人啦，可以考獎學金，就要求所有私校咧，如果想享有私校嘅稅務補貼，就要開放2成嘅學額，2成嘅學額俾呢個嘅獎學金人士，所有人咧即係只要有能力就可以考入你學校，然後家長教師會啦、家長會咧就可以夾錢。就幫佢哋買學費，因為私校買學費都幾貴喎，一個學期要500磅一套學費喎，因為嗰啲好複雜嘅比賽啦，嗰啲又好專業嘅校服啦，嗰啲 hockey 啊、cricket 啊、netball 啊、rugby 啊嗰啲全部都有專業嘅套裝，嗰啲好貴，500磅一個學期，就家長夾錢咯，夾嗰2成學生。咁呢個咧，英國有60幾萬人係讀私校嘅，馬上用呢個方法咧就可以令到10幾萬人咧可以透過獎學金入到去私校咯。咁呢個咪幾好啊？然後部分公立學校譬如話喺 grammar school 或者啲 outstanding 嘅公立學校，可以開部分學位出嚟，1成嘅學位俾國際學生啦。grammar school， 喂，我相信如果攞1成嘅學位收私校嘅學費俾國際學生，即係行直資嘅方法。咁呢個就係令到嗰個學校收入大增，可以咧請更多嘅教師，補貼更多嘅學校嘅開支。喂，呢個就馬上立竿見影噶咯咁其實你即係要想辦法係吸外國嘅錢嚟噶嘛。而呢個工黨就唔係嘅，佢想辦法咧壓榨中產同有錢人嘅錢，就逼中產同有錢人離開本國。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嚟嘅。咁所以點解我話窮人思維就永遠就係窮人呢？有錢人思維同窮人思維最大分別咩？有錢人嘅思維係願意投資未來，同埋咧鼓勵啲人留低。保守黨咧喺過去10幾年咧，佢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係收緊咗財政開支，唔願意投資，就因為在前嗰10幾年咧，就係工黨咧就加大咗好多福利開支，一加大咗福利開支就好難 cut 嘅，咁所以佢只能夠壓縮，加上咧工黨而家咧最大問題就係面對住保守黨脫歐嘅爛攤子，呢個脫歐係最嚴重嘅，脫歐唔係重點嚟，脫歐係無罪脫歐先係重點，因為佢脫歐嘅時期咧，佢就冇同其他嘅經濟體，譬如英聯邦嘅經濟體建立一個免關稅嘅體系。其實你可以同英聯邦建立免關稅。加拿大嘅海產可以源源不絕輸入嚟噶，澳洲嘅海產農作物可以源源不絕輸入嚟噶咁你就即係無罪地脫歐，你令到英國嘅物價咧係飛漲咁所以呢個係保守黨執政自有其爛攤子。所以呢個我就話民主去到21世紀一定要改革，不改革嘅話咧，佢只會不斷退潮，日落西山。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制度優勢喎。我哋喺英國講呢一啲嘢發動投票。鼓勵投票、支持投票，呢個嘅聯署動議工黨下台，冇違反國安法噶，喺英國唔會俾人拉噶，結束呢個某某黨專政係唔犯法噶，去遊行示威係唔犯法噶，咁所以呢個咧可以言者無罪，刑不上，唔係大夫刑不上所有嘅英國市民。
嚇。咁啊呢個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參考資料。嗱，今個星期咧，因為我女咧病咗啊，所以上課時間咧我就要 book 咗 GP 要同佢睇，所以今個星期嘅課堂咧我哋要暫停一週，下個星期再補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多謝大家，拜拜。